在机场，一位经纪人被粉丝推倒了，男明星绅士地帮他站起来，顺便拍掉他衣服上的灰尘，还悄悄地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1年后，孔泰兴已经归国，放眼四周，整条街都是他的广告海报。出道10年，从未有过任何丑闻，颜值与才华兼具，同时也是慈善活动的热心人士，被公认为最具价值的男明星。但每当韩星在电视上看到他，总是马上换掉频道，不愿听到任何关于孔泰兴的报道。当他无意中掏出一张和孔泰兴的合影，下一秒就厌恶地扔掉了。其实这一切都始于6年前，那时韩星还只是个行业新人，报道中因为2个错别字，让孔泰兴登上了热搜，结果所有人都误解了，以为泰兴在某方面有问题。这件事成为了2人恩怨的开始，从此2人结下深仇。作为经纪人的韩星，迟到仅28秒，他也要挨批。团队开会他总是旁听，午休超过30分钟，他就在旁边唠叨不停，甚至让韩星心寒，连喝咖啡都受到孔泰兴的限制，规定以后不许喝超过2杯。公司里资历较深的老员工都知道他们之间的恩怨。在挑选即将拍摄的剧本时，孔泰兴故意摆架子，拒绝了韩星选的剧本，理由是韩星的表情让人反感，让他觉得很不真诚。日复一日，韩星的日子过得非常难熬。看着那些痴迷的迷妹们，他们一脸崇拜地与孔泰兴的广告牌合影，韩星对此不屑一顾。这时候孔泰兴正在摄影棚拍摄杂志，公司里有空的人都纷纷跑来观看，看那撩人的姿势和性感的腹肌，那迷离的眼神让人难以抗拒。但拍摄结束后，孔泰兴四处寻找韩星的身影，他那么迷人的一面，韩星竟然错过了，这简直是不可原谅的。除了公司的几位高层，没有人知道孔泰兴有多关心韩星。6年前，因为一个打错的字让孔泰兴上了热搜，管理层决定解雇韩星，但作为受害者的孔泰兴坚持要留下韩星，他觉得对方的道歉不够诚恳，因此拒绝出演新剧。他也已经和理事会打过招呼。当年他在非洲做志愿者，孔泰兴经常收到公司寄来的粉丝慰问信，但韩星既没有寄信也没有打电话。在和同事视频时，他在视频背景中看到了韩星，立刻挺直了身子，想让韩星看看自己在非洲的生活。结果韩星连头都没抬，直接和同事们去分享辣炒年糕。因为这件事，孔泰兴深夜难以入眠，直到现在他仍然耿耿于怀。韩星当时为什么不联系他？毕竟在他心里，这才是他们之间真正的恩怨。同时发生的是，公司的人意外在论坛上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孔泰兴和韩星的合照。谁能料到，这位当红男星和他的经纪人曾是校园里有名的情侣。孔泰兴对自己要求极严，锻炼出了完美的身材，他事业蒸蒸日上，而韩星忙于工作，每天都对着电脑忙碌不停。孔泰兴一直是众人瞩目的焦点，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位大明星总是偷偷观察韩星的动态。当他得知韩星要去相亲，孔泰兴紧张地喝下了一整瓶水。即使在拍摄中，他的目光也总是不自觉地追随着韩星，结果一不小心还弄伤了自己的手指。尽管2人已经分手，但孔泰兴心里似乎还留有韩星的位置。那个晚上，韩星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本以为会是一个人的包场，电影刚开始不久，旁边却坐下了一个人，他万万没想到会是前男友孔泰兴。这一幕让他回想起了大学时光，他们曾是一对情侣，但现在见面总是剑拔弩张。1年前的事情，孔泰兴的竞争对手计划去非洲做公益，孔泰兴本不想参加，却被韩星无情嘲讽。韩星说他看起来不像会做公益的人，这番话激怒了孔泰兴。结果第2天，孔泰兴决定去非洲的消息登上了各大头条。从那以后，泰兴终于如愿在非洲挖井1整年。虽然生活辛苦，但这经历让他回国后更受欢迎。他的粉丝遍布各个年龄层，肤色也五彩缤纷，公司内部都对他的超高人气感到惊讶。韩星表面装作不在乎，但看到泰兴忙着满足粉丝的各种请求，心里其实有点担忧，口是心非。韩星担心泰兴会低血糖，便拿出1块糖让助手送给泰兴。泰兴含糖纳克，顿时精神焕发。这证明了韩星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偶然看到了公司为艺人准备的压力测试结果，泰兴的得分竟然满分，这说明在光鲜亮丽的背后，泰兴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韩星从担忧变成了心疼。这位顶流明星在签售会上差点跌倒，经纪人本来想上前搀扶，但下一秒场面突然变得尴尬。韩星紧抱着泰兴的大腿，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反而是泰兴晚上在家回味着韩星的尴尬。这段视频点击率破千万，
网友们纷纷评论，调侃韩星的膝盖像装了滑轮。泰星看到这些评论，高兴的几乎笑翻。他仔细的看每一条评论，生怕漏掉任何精彩的点。而此刻的韩星躺在床上，气得磨牙咬牙。白天发生的事情一直挥之不去，可能这辈子再没什么比这更尴尬的了。第二天，泰星在拍摄杂志封面，韩星到场后，泰星立刻示意摄影师摆一个最近网络上很火的 pose。宰贤对此不以为然，但等到两人一起演戏时，问题连连。柔娜台词一说完，宰贤紧张的结巴。宰贤说台词时，柔娜却在抱怨现场有蚊子，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哭笑不得。好在泰星对新人很是照顾，不停的鼓励他们。本来这次拍戏泰星还挺开心，但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到助手在片场晾他的内裤，简直是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泰星气得差点罢演。公司里能制服他的只有韩星，他带领团队冲向超市，买下所有泰星代言的零食和饮料，然后拿到片场分发。泰星看到后偷偷的高兴，收到专为自己准备的零食箱后，泰星心里才真正软化。本以为两人的关系能更进一步，却没想到多出了第三者。某天韩星在公司开会，李氏也趁机调侃那天的事。见同事们都在笑，旁边的杜律师完全摸不着头脑。他拿出手机仔细查看，最后觉得实在是太可爱了。第二天，韩星一个人在咖啡店，律师看到后立刻打电话给他，两人在咖啡店里谈得很投机。这时的杜律师似乎有了新想法。公司里最近都在传八卦，大家甚至怀疑孔泰星和韩星在谈恋爱。这话恰巧让杜律师听见了，都是因为孔泰星。这个月大家的工资又涨了。韩星仔细回想起来，其实孔泰星并没有那么糟糕。那一天他在地上滑行，孔泰星第一时间帮他出了主意。想到这里，觉得孔泰星还挺有爱心的。就在这时，杜律师突然出现了，他询问韩星是否与孔泰星恋爱。韩星听到这问题，觉得杜律师一定是疯了。没想到杜律师突然开始表白，竟然当着他的面追求他的女人，这怎么能容忍？孔泰星故意在韩星耳边低语，暗中显示自己的主权。实际上他说的是关于拍摄的事。那天孔泰星熬了一个通宵，累到连眼皮都快抬不起来，但一提到韩星的名字就精神倍增，不由得露出一个邪魅的笑容。可惜韩星就是那种非要逆向而行的人，孔泰星希望他往东，他偏要往西。孔泰星在补妆的时候，韩星正和其他人开心的聊天。孔泰星刚拍完一场戏，韩星还在和人家笑呵呵的聊。孔泰星拍的动作戏非常精彩，韩星却整场都没抬头看一眼。终于在演完一场悲情戏后，孔泰星忍不住了，他连眼泪都没来得及擦，就跑去韩星那里显摆。与孔泰星合作的女星是孔泰星的铁杆粉丝，能和偶像共演电视剧里的两个主角，他感到非常荣幸。但每次拍完戏，孔泰星却没心思理他，而是四处寻找某个人的影子。那天韩星没来，他应母校之邀去做讲座了。毕业这么多年了，校园里仍然贴满了孔泰星的海报。记得当年的校园宣传拍摄，学校特意选了韩星和孔泰星，这对帅哥美女真是镇校之宝。摄影师还特别让他们摆出比心的手势，好像来到这所学校就能找到像孔泰星这样的男友似的。韩星却笑里藏刀的吐槽，宣传册拍完之后，韩星的噩梦才刚开始。他和孔泰星被传是校园情侣，因为孔泰星在校期间人气极高，立刻有人开始说韩星死缠烂打，到处追着孔泰星，他无论去哪都受到旁人的议论，每天提心吊胆，连学校都不敢去。但这次回到母校，他从校长那儿听到了另一个故事。当韩星受到伤害，孔泰星直接找到校长办公室，请求校长收回宣传册。因为宣传册已开始印刷，校长觉得这很难办，孔泰星毫不犹豫地承担了全部责任。直到现在，孔泰星每年都免费为学校拍摄宣传册。在他的影响下，宣传册变得非常抢手。韩星没想到，平时不讨好的孔泰星竟也有这样的一面。顶流男星突然传出了不雅消息，有关他极度不注重个人卫生，头上的味道说是特别难闻。面对这些毫无根据的传言，孔泰星处理得非常大方，趁没人注意，偷偷摸了摸自己的头顶，仔细闻了闻，似乎真的有点汗味。他赶紧用毛巾盖头，匆忙离开了健身房。回家后洗了2小时的头，确保每个角落都洗干净，细心地吹干每根发丝，直到经纪人说头发闻起来很香，这才停下来。关于他去夜店的谣言完全是胡说八道。韩星改了好几个关键词，在网上找那些照片或视频，但什么也搜不到。毕竟像孔泰星这样注重形象又不喜欢热闹的人，肯定不会去夜店。他分析后发现，
关于孔泰兴常去夜店的消息，可能是一次采访时误传的。孔泰兴曾说，保持身材的秘诀是经常去健身房，因为在韩语里健身房的发音跟夜店很像。有人误听后就开始四处散播，但是头顶有臭味的事很难向公众澄清。传说孔泰兴为此想洗千遍头，几乎要把头皮都洗掉了。从远处，韩星就能感觉到孔泰兴的不悦，显然他还在介意别人说他头发臭的话。他突然把孔泰兴拉到身边。俗话说，了解敌人和自己才能无往不胜。孔泰兴让他的经纪人执行一个秘密任务，任务是去调查那个和韩星关系很近的杜律师。这位律师长得帅气又有才华，家底也非常雄厚，是所有女性员工的梦中情人。对此，孔泰兴表示轻蔑。说起曹操，曹操就道：律师搬来隔壁，拿着年糕来拜访，戏剧性的发现邻居正是自己的情敌。孔泰兴内心极度不欢迎这位律师，真的很不开心。想到韩星可能落入他人手中，孔泰兴极度的睡不着觉，脑海里反复回想那句话。他尽力安慰自己，韩星和律师在一起只是因为工作，两人在同一空间并不代表在交往，这样想他还是有机会的。今晚好好休息，明天再计划。第二天上班，韩星打哈欠连天。怎么样呢？昨晚做了个奇怪的梦，整晚都没怎么睡。他躺在孔泰兴专用的沙发上，打算好好补个觉，结果没一会儿，孔泰兴发来短信，问他在办公室躺得舒服不？太可怕了，感觉像办公室装了监控似的。孔泰兴还发来一个新闻头条，他最近被评为国民男友。对这个称号，孔泰兴颇感得意。采访前，韩星忙着处理现场，孔泰兴凑过去，喝了口他的咖啡，还一脸理所当然的样子，看着就让人忍不住想揍。那记者也是孔泰兴的超级粉丝，他问他对于被选为国民男友有何看法。孔泰兴谦虚地回答说，自己平常不太关心这些事，觉得这个称号有些不配。看着他那副伪善的表情，韩星在心里又暗骂了一句。当被问到理想型时，孔泰兴很明确地表示，喜欢和自己相处，像朋友般轻松的人。同事们立刻投向韩星惊讶的目光，他们早就开始支持韩星和孔泰兴的组合，但韩星看起来毫不在意，仿佛孔泰兴和他没什么关系。尽管平时看起来很冷静，但在顶流孔泰兴心中，经纪人韩星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位置。他生命中最浪漫的时刻，几乎都是与韩星共度的。他们一起毕业，一起拍了毕业照。当粉丝数首次突破1000万，韩星比他还要激动。第一次获得优秀男主角奖，在台上发言时，韩星在台下偷偷竖起大拇指。还有那次他去非洲，韩星在送行的粉丝中，表情显得格外复杂。转眼间，韩星已在他身边陪伴多年。孔泰兴沉浸在这些回忆中，突然他想到了什么，想要知道韩星的真实感受。趁着主演的电视剧首播，悄悄坐到了他旁边。同事们看完剧都说他帅得不像话，他的动作戏真的太逼真了。但韩星整场都只是静静的观看。首播结束后，他跑到天台去接电话，孔泰兴没能听到他的评价，感到非常失落。在他注视下，韩星有点不自在地给了评价，说他在剧中很帅。但孔泰兴对这回答还是不满意。韩星突然想起同事们的玩笑，全国的人都爱孔泰兴，按道理他们关系这么近，应该会有些心动的瞬间。韩星口头上不认同，但心里却一直在想，孔泰兴靠在自己肩膀上的场景，怎么可能不觉得心动？记得以前，他还会专程去片场看望孔泰兴，看到对方喝自己递的咖啡时，会感到羞涩。当孔泰兴对记者说，他喜欢像朋友一样的人，不禁满心幻想，闲来无事就会翻看孔泰兴的照片，心里充满喜悦。但当记者问及孔泰兴和其他女性的绯闻，孔泰兴的回答打破了他所有的幻想。最终他只能勉强笑着，一遍遍对记者确认孔泰兴的恋情，还得亲自撰写恋爱报道，写出剧中恋情跨越现实的标题，放上孔泰兴和其他女性的合影。明星的生活总是充满戏剧，特别是像孔泰兴这样的顶级明星，不可能不制造话题，所以还是放下期待吧，与孔泰兴划清界限，这是韩星感觉稍微好受些的方法。告白成功率100%的秘诀，有个热门帖子贴了他的几张照片，说长这样就行了，让孔泰兴乐开了花，忍不住对自己花痴了一番。一个热心网友分享了自己的恋爱经历，说是帮对方系好鞋带之后，就开启了甜蜜的恋爱生活。孔泰兴恍然大悟，原来他离爱情只差一个鞋带。孔泰兴当天就在片场开始认真学习系鞋带，那表情比贴手机膜的还要严肃。遇到韩星后，孔泰兴和他的经纪人齐刷刷地看向他的鞋子。第一天韩星穿的是无鞋带的布鞋，第二天换成了无鞋带的平底鞋。
第3天又是一双没鞋带的皮鞋。孔泰兴带着经纪人蹲守在公司，只见韩星穿的是拖鞋，还是没有鞋带。他开始怀疑人生，在坚持不懈的等待中，孔泰兴终于等到了有鞋带的鞋子。是时候实践所学了，他向经纪人使了个眼色，经纪人立刻开始行动。终于到了孔泰兴表演的时刻，他带着傲气走向韩星，一脸得意地走到韩星面前，优雅地蹲下系好韩星的鞋带，完美复现了小说中霸道总裁的场景。另一个热心网友也分享了恋爱经验，说是递给喜欢的人一杯热咖啡，可能是因为心灵相通，从那天起就正式恋爱了。学无止境练无止境，孔泰兴一脸乖乖地递过咖啡。韩星正要喝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什么，幸好孔泰兴永不放弃。在3号网友的影响下，他相信在真爱面前，一切花招都显得多余，只需坚持这份心意，一直紧盯着韩星，一切都在默默中传达。追求爱情路漫漫其修远兮。反复思量，孔泰兴决定写一封手写信，向韩星表达真情。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韩星，就在电影院，孔泰兴因为剧情而泪流满面。本以为电影院只有他一人，却听见了韩星的啜泣。韩星在那儿大哭，并不是电影太感人，而是因为成绩下滑，可能需要重读。听到这原因，孔泰兴忍不住笑了。从那天起，韩星就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他努力压抑激动的心情，准备向韩星传递他的爱意，却听到韩星恶狠狠地抱怨，原来就在昨晚，公司的某位艺人醉酒后在公园睡觉，登上了热搜。为了让这位艺人写出完美的道歉信，快速平息这场风波，韩星和团队熬了整个通宵，简直是精疲力尽。所以对于手写信深恶痛绝，这次告白显然又失败了。孔泰兴躲在车里看剧本，傻笑着看着韩星的照片，韩星和同事们热情拥抱的场景让韩轩咬牙切齿，表情扭曲。组长拍了拍韩星的肩膀，结果被电话警告。经纪人本想凑过去加入热闹，却被迅速叫了回来。这一切做完之后，孔泰兴的危机感仍然没有减少，总觉得有人随时可能抢他的人，想挖他墙角。他的直觉是对的，杜律师的告白计划已经提前到了今晚，而孔泰兴连告白的话都还没想好。对方甚至邀请了经纪人参加乔迁派对，却没邀请隔壁的孔泰，这让孔泰兴感到非常不公平。他倒是想看看杜律师怎么挖墙角。孔泰兴从没想到隔音好也能成为烦恼。他扫了一眼四周，找到了借口去偷听。因为韩星没来，乔迁宴显得很安静，大家都在默默地吃东西，没人敢出声。门铃响了，杜律师以为韩星来了，兴奋地跑去开门，却见到的是孔泰兴和他代言的净化器。韩星迟到了很久才到，气氛才变得活跃。大家本来玩游戏，结果变成了孔泰兴和律师的比拼现场。大家玩桌游，韩星则在窗边欣赏夜景，杜律师趁机向他告白。这时孔泰兴正沉迷桌游，完全没注意到别人在挖墙角。第二天他才从别人那里听说杜律师向韩星告白的事，一种空前的危机感涌上心头。孔泰兴决心不再犹豫，直接向韩星表白。生活里突然多了2个男生围绕，韩星有点不知所措。一朵桃花还挺让人开心，2朵桃花撞一起就变成了惊吓。孔泰兴有点失落，总觉得自己无意中帮了杜律师一个大忙。为何韩星能和杜律师相处得那么自然，而他一表白就被尖叫着拒绝？难道他的心意真像洪水猛兽？看到他这么苦恼，经纪人也不敢随便给建议，让他先写出对不起韩星的事情。孔泰兴一拿起笔，轻易的就写满了1页。看来在韩星心里，他就是个麻烦制造者。怪不得韩星听到他告白会尖叫着逃跑。但事情还有转机，还有机会改变。经纪人拿出笔记本，建议孔泰兴从共同兴趣开始，逐渐拉近彼此的距离。他查到了韩星日常最喜欢的食物，但让孔泰兴沮丧的是，韩星喜欢的食物他一个都不爱吃。明天孔泰兴将演出一场大戏，他将和女主角在剧中拍摄吻戏。那女主角早就是孔泰兴的铁杆粉丝。一想到即将的吻戏，他兴奋地学习接吻技巧到深夜。他贴着唇膜学习到半夜，特别期待明天的到来。但在剧组，男2号和女2号是出了名的对手，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每次见面都要吵架，他们甚至提出罢演。最终在经纪人的软磨硬泡下，勉强接受了接吻戏。当嘴唇触碰的那一刻，一种奇怪的感觉悄然而生，2人热情的接吻，直到导演叫停都依依不舍。拍摄爱情剧容易让演员产生感情。孔泰兴拍戏的那天，宣传组全员都去现场应对记者。韩星假装生病，
但最终还是和团队一起去现场看孔泰兴的接吻场面。心里这么吐槽着孔泰兴，但韩星仍然没勇气看着心爱的人和别人接吻。在两人即将接吻时，他低头离开了现场。虽然和女演员拍戏，接吻本是常事，孔泰兴还是忍不住解释，怕经纪人误会他和女主的关系。孔泰兴还想说更多，默默跟在韩星后面思索。这时，一个漂亮女人挡住了他的路，质问他为什么不和前女友打招呼。孔泰兴一头雾水，他根本不记得有这样一个前女友。经过一番提醒，那些被遗忘的细节突然回到了脑海。孔泰兴这才反应过来，问题其实不在他经常把韩星的鞋带绑在一起，也不在他常往咖啡里加鱼汁来捉弄韩星。告白未果，因为他没给过韩星安全感。3年前他和何真的恋爱绯闻满天飞，尽管私下里他们未曾见面，更别提约会了，但他为了跟人斗气，竟承认了这段关系，与何深成了官方情侣。现在想起这些，孔泰兴非常懊恼，过去的事无法改变，为自己辩解也没用。更糟的是，那场恋爱绯闻是韩星亲笔承认报道的。现在想来，他的确做得不地道。在写下孔泰兴恋爱报道后，长时间里，韩星一直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中。因为工作的原因，他必须隐藏自己的感情，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在拍摄现场，眼睁睁看着孔泰兴和他的 CP 互动暧昧，眼神迷离，听着旁人夸赞他们很般配，却不能表现出任何非分之想。情绪的内耗让韩星日渐消瘦，这样的痛苦，他不想再经历一次。孔泰兴思索一番后，决定打电话给韩星，解释3年前的那段恋情。电话却被韩星冷冷挂断，他说自己正在开会。孔泰兴沮丧地躺在沙发上等待，犹豫着是否再打一个电话。去拍摄现场的路上，他和杜律师在楼梯间不期而遇，气氛又紧张起来。听说杜律师也向韩星表白了，但在这10年里，韩星一直在他身边，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估计韩星不会轻易转移感情。面对孔泰兴的自信，陆律师觉得挺好笑，因为半小时前他已经约了韩星晚上一起吃饭。孔泰兴不相信，决定打电话给韩星确认。他一不小心撞到了旗帜，旁边的律师对他的行为颇感兴趣。杜律师则是掏出手机，在孔泰兴面前拨通了韩星的电话，生怕孔泰兴看不清楚，还故意把手机屏幕转向孔泰兴，让他清楚看到联系人备注。孔泰兴完全没法保持镇定，韩星没接他的电话，却去和竞争对手约会。通常很专注工作的孔泰兴取消了拍摄，选了一个浪漫的地方，准备正式表白。没等1秒，他的心就越发不安，因为他不确定韩星是否会出现。他穿戴整齐出现在街边，结果许多游客从旁边走过，幸运的是这些都是他的粉丝。韩星收到短信后，急匆匆地跑向约会地点。最初没看到孔泰兴，感到有些失落。旁边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他走过去一看，看到孔泰兴被一群粉丝围着，忙着签名和拍照，显然没空理会他。韩星无奈地给同事打了个电话，让他把孔泰兴带回去。这次告白计划也就此告吹。孔泰兴签名签到手腕都快断了，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又一次错过了告白的机会。最新的广告已经在大屏幕上播放，屏幕上的孔泰兴帅气逼人，韩星看着直眼发亮。导演要求孔泰兴展现出望着心爱人的眼神，他恰好看向了韩星，那眼神完全不需要刻意表演，未言出的爱意自然而然流露在眼中。每次见到某人，心脏都会不由自主的加速，到底是为什么？宰贤被朋友这么一问，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自从那次拍摄吻戏后，宰贤和容娜之间明显开始变得尴尬。在拍广告的时候，两人根本无法专心，互相喂拉面的表情简直像是在吃饲料。导演怒得牙痒痒，只好宣布中场休息。容娜跟着宰贤进了化妆间，两人情投意合，正吻得火热。经纪人突然闯了进来，两人立刻心虚，紧抓着对方的头发，展现了演艺生涯中最佳演技。乃贤和柔嫩的恋情发展迅速，如同坐了火箭。而孔泰兴与韩星的关系多年来依旧毫无进展。韩星赴了杜律师的邀请，面对杜律师总在考虑是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更好，还是显示自己的财富更吸引人。他只希望能赢得韩星的好感。这话一旦说出口，却让韩星想到了孔泰兴。孔泰兴是他心底难以启齿的初恋，两人相识已久，他总觉得自己对孔泰兴是个特别的人。相处中，孔泰兴从不摆明星的架子，直到3年前，孔泰兴公开了女友，那时韩星还负责与媒体沟通，那真是惊心动魄。韩星这才意识到，这一切都是错觉，孔泰兴犹如天上的星，而他只是凡人。
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感情，终于熬过来了。却在这时，孔泰兴说喜欢他，这让他心动不已。孔泰兴发了条短信，邀请韩星一起看电影，他又包下了电影院，但这次也和以前一样。电影结束时，韩星还是没来，他感到失落，以为韩星不想再见他了。谁知韩星突然发来短信，孔泰兴原本准备了很多帅气的话，一看到韩星却说不出话来，所有台词都忘光了。但这样的纯真告白更能触动人心，彼此暗恋的心意显得更加真切。终于在这一刻看得清楚，就在两人亲吻的时候，门铃突然响了起来，把他们吓得直哆嗦。韩星紧张的说不出话来，叫孔泰兴别开门。孔泰兴也结巴的解释说，经纪人会自己输入密码进来。韩星赶紧躲到沙发后，经纪人一进门，就从孔泰兴的表情看出了些端倪。韩星忍不住偷着笑，原来孔泰兴也会为他失眠。正是这段恋爱期间，韩星觉得特别幸福，到处都能看到孔泰兴的广告，世界是孔泰兴的，孔泰兴是他的。一想到这心里就澎湃。他对杜律师做了回应，即使告白被拒，杜律师还是很洒脱地说，以后还能继续做朋友。在临走前，他突然这么问。下班以后，韩星犹豫着是否该给孔泰兴打电话，这时孔泰兴主动打来了电话。经常吵架的两人突然变得如此热恋，一时间还真不太适应。两人拿着手机，尴尬的无话可说。每次中场休息，孔泰兴都会跑去经纪人那儿拿手机，给韩星发海边的美景，说想和他一起来这里。消息后面还加了个小爱心。他们分享着彼此身边的点点滴滴，听着对方的声音入眠，从没觉得一周可以这么长。韩星整理着孔泰兴的照片，心里默默发着花痴。孔泰兴又发了几张自拍过来，韩星自拍了100张照片，想挑几张最美的发出去，结果手一抖就全发出来了。孔泰兴一张一张的看，不知不觉露出甜甜的微笑。明天的拍摄就结束了，孔泰兴忍不住想见韩星，开了3小时车到韩星家楼下。这条星星项链是他早就准备的告白礼物。匆匆见了一面，孔泰兴又得赶回去，因为凌晨还要拍摄。两人依依不舍的告别。出门前，孔泰兴回头吻了韩星，韩星激动的尖叫起来。身为富婆，却愿意当别人的保姆，他做这一切只是为了接近顶流孔泰兴。富婆原本在孔泰兴家伪装得很好，偏偏被孔泰兴的妈妈撞见。孔泰兴的妈妈混迹娱乐圈多年，对这位富婆印象深刻。那天他在奢侈品店买手表，买走了唯一的限量版。富婆在现场大发脾气，气得踢了店长一脚。多年的母爱缺失，让孔泰兴对妈妈缺乏信任。他认为妈妈在无理取闹，毫不犹豫地反驳了。但妈妈的女性直觉告诉他，这保姆有问题。富婆离开时碰到了韩星，看到韩星脖子上的项链，顿时露出轻蔑的表情。他曾帮孔泰兴整理房间，在孔泰兴口袋里看到了同样的星星项链。原来韩国顶流孔泰兴的对象只是个平凡的员工，韩星认为他只是个保姆，没想到他的真实身份。但直觉让他感到这人带着不善。他问了同事，知道自己项链的品牌吗？追求潮流的同事说，得看项链背后的 logo 才知道。那个保姆对奢侈品了如指掌，他和同事整夜查询，发现了真相。孔泰兴的保姆是个隐秘的富婆，社交账号上都是奢华度假和下午茶的照片。最关键的是，最新的自拍里，他戴的是韩星同款项链，还特地写道，这项链没什么特别的。韩星看到这里气不打一处来。正在此时，宣传组收到了匿名快递，给韩星和同事们每人1条同款星星项链，而且都是真品。其中1条专给韩星，信里充满挑衅。富婆叫韩星别自作多情，说他就像那条项链，没什么特别。富婆向孔泰兴提出离职，临走时伪装的拥抱孔泰兴，耳边轻声说了这么一句。他愣了好半天，费尽心机，只为让自己记住他没那么特别。陈哥气冲冲地找到那位富婆，直问他接近孔泰兴的真实目的。富婆得意地反问，难道有钱人就不能当保姆了吗？面对这疯狂的女人，柳成哥已经失去了耐心。孔泰兴从小就缺乏母爱，这几年他把孔泰兴当作家人一样对待，没想到这一切不过是富婆消遣时间的恶作剧。他再次感受到被抛弃的挫败。当他还是娱乐公司的经纪人时，孔泰兴只是个普通高中生。在一个寒冷的雨夜，孔泰兴独自坐在公交站，看起来像哭了很久。转眼间10年就这样过去了，孔泰兴终于成为了国内的顶级明星。他对母亲有很多怨气，但内心深处依然渴望母亲的关爱。每当母亲有新电影，孔泰兴总会去电影院，一边看电影一边擦眼泪。只有在看到母亲名字的时候，
他会戴上棒球帽离开。这种孤独的场面，韩星看过无数次。他总是在孔泰兴不远处，默默地关注着一切。恋爱关系确定后，他更是无条件的陪伴在孔泰兴身旁。孔泰兴深知他的珍贵，为了迎合他的喜好，发起了各种挑战，比如薄荷巧克力挑战、糖醋里脊挑战和菠萝披萨挑战。凡是韩星喜欢的，他都愿意尝试。没人料到，孔泰兴的绯闻对象竟不是韩星，原来是隔壁的杜律师。舆论源是一次电梯里的对话引起的。为了显示不屈服于舆论的决心，孔泰兴决定每天走楼梯。不约而同的，杜律师也有同样的想法。两人在楼梯间不期而遇，杜律师热情地打招呼。泰兴意识到自己被误解后，便挂上了笑脸，气氛逐渐变得尴尬。看到两人这般亲密，经纪人小哥觉得自己多余了，祝福他们幸福后，就乘电梯离开了。今天的片场异常安静，经常吵架的宰贤和柔奈今天异常安静，彼此背对背，谁也不说话。片场的安静让人感觉不太习惯，没人知道在这种冷战的背后，其实正在进行一场秘密对话。这位顶流明星为了让女友开心，不惜取消工作，带女友去沙滩看星星。可能因为天气阴沉，韩星没能看到星星，感到有些失落。孔泰兴急忙指向天空，指着天后。孔泰兴又指向自己，说自己是巨星，这终于让他笑了。韩星心里担忧的是，他害怕有一天在孔泰兴心里，自己不再那么特别，因为孔泰兴总是在众人前耀眼夺目，而他只是在幕后支持孔泰兴的普通人。沉默之后，孔泰兴问他还记得第一次见面吗？其实从那时起，他就已经喜欢上了韩星。后来韩星和他上了同一所大学，还一起进了同一家公司，他却没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受，总是找机会欺负韩星，显示自己的存在，表现得跟个小学生似的。韩星一直在他身边守护着，他也决心全力守护韩星。毕竟人红是非多，孔泰兴在娱乐圈红了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国内顶尖明星的地位，终于摆脱了那个疯狂的富婆保姆，却遇上了自称微笑男孩的黑粉头目，每天发短信来扰乱他的心态。这个所谓的微笑男孩发来一张打了马赛克的员工证照片，说他身边有人笑里藏刀。如果是以前的孔泰兴，根本不会在意这些事，但自从发现信任的保姆是变态之后，他的世界观开始动摇。看到大家都佩戴员工证，让他感到异常不安，开始怀疑身边的每一个人。下班后，他甚至跟踪到隔壁的杜律师家，因为杜律师也有一张员工证，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讨厌他。杜律师都无语了，看来孔泰兴还是太单纯了，哪有黑粉会当面承认自己是黑粉的？如果孔泰兴5分钟内不离开，那么他就多了一个法律知识非常丰富的黑粉。孔泰兴正准备去片场拍戏，微笑男孩又发来了几张照片，孔泰兴立刻感到恐慌。这种难得一见的照片怎么会流出？除非是跟他关系非常近的人。他立刻想到了有成哥。一走出小区，记者们的摄像机就铺天盖地地对准了他。被问及他和那位年长的女演员是否存在不正当关系，谣言的威力真是太大了。孔泰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一阵恍惚后直接晕倒了。看到韩星急忙跑过来，不由得感到庆幸，身边至少还有一个可信赖的人。昏迷了整整3天之后，虽然造谣者已被逮捕，但舆论依旧在发酵，大家都在好奇孔泰兴和那位年长女演员到底有没有不正当的关系。平息这场舆论的最好办法就是澄清事实，孔泰兴和他是母子关系，而不是情人。难的是孔泰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母亲是他。泰兴的母亲这次回国并不想给儿子带来麻烦，他频繁找泰兴其实有他的难处。他患有绝症，记忆正逐渐消失，可能哪天醒来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他想趁还记得孔泰兴时向他道歉。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曾担心自己的儿子会影响到自己的事业，把儿子独自留在国内。每次想到这些都觉得非常抱歉。每天上班前，韩星都会来医院看望孔泰兴，看看他的恢复情况。经纪人则更夸张，直接在病房里铺床睡觉，整夜守在孔泰兴身边。有这些人的陪伴，孔泰兴心里好受多了。他努力调整心态，回到片场继续拍摄，非常担心耽误了进度。他下车后向工作人员打招呼，但没人理他，连导演都躲着他。很快经纪人来报，拍摄被取消了。任谁都看得出，导演给了他逐客令。无奈之下，经纪人只能带他回去。孔泰兴望着窗外，回忆往事，还是小孩时，他高兴地跟妈妈去电影节，妈妈却说他是侄子。和孔泰兴合作的女星还是他粉丝团的团长。舆论一出，他天天在网上和那些黑粉辩论，在谣言贴下回复，安抚粉丝情绪，努力维护孔泰兴的形象。
导演们商量换掉孔泰星，多惠对此很失望。合作过的人更应该了解孔泰星，如果导演们坚持，那就连他也换掉。在多惠坚持下，导演最终决定留下孔泰星，但得把焦点暂时放在多惠身上，等孔泰星的事情平息，再回来继续拍摄。但问题接踵而至，孔泰星的绯闻还没消失。他支援非洲时，干儿子的事也被曝光。面对那些恶评，孔泰星终于明白人言可畏的真正含义。如果任由舆论继续发酵，他的演艺生涯可能就此结束。但最让他头疼的是，要不要公开孔泰星和那位女演员的母子关系。一旦公开，虽能保护孔泰星的名声，却会让他受到伤害。作为宣传组的组长韩星，必须考虑大局。有成哥明白直接和孔泰星说会很难，所以他主动去做思想工作。结果孔泰星误会他，认为他只是个自私的人。而另一方面，柔娜和宰贤作为当红明星，刚认识时就给大家留下了对立的印象，很好的隐藏了他们的恋情。每次休息都黏在一起，甜蜜的让人羡慕。看着他们打闹的样子，他们的经纪人感到格外安心。再看看孔泰星，在娱乐圈打拼了这么久，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却因为一场绯闻被打压至此。如果柔娜和宰贤的恋情曝光，他们的下场可能会更糟糕。说起孔泰星的遭遇，宰贤感到有些担忧。柔娜明白他在担心什么，他随后假装轻松地做出决定分手。柔娜哭得比没买到爱马仕时还要伤心。像孔泰星这样的大明星，因为恋爱绯闻而备受关注，他怎敢赌上他们的未来？及时止损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与此同时，公司里的员工也开始怀疑孔泰星与那位女演员究竟有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否则为什么公司总是拖延，不愿意正面回应？韩星听到同事们的闲言碎语，感到非常难过。他决定找出引起这场风波的主谋，在咖啡馆里见面谈话，意识到事态已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微笑男孩觉得这挺好笑的，他根本不了解孔泰星和那女演员的真实关系，对真相也不关心，他只是随便在网络上发表了一句评论。难道他们之间有不正当关系吗？结果记者们就开始凭空想象，还牵扯到了那个非洲孩子的事。这足以说明讨厌孔泰星的人不止他一个，人们都在推倒这堵墙。他想报复孔泰星的理由很简单，他就是看不惯孔泰星的笑容，因此给自己的黑粉起名为微笑男孩。回想起孔泰星连自己好友的葬礼都没参加，却能在电视上笑得那么灿烂，这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所以他根本不在乎真相是什么，只要能通过这些舆论打击孔泰星就足够了。至于韩星，他不需要在这里假装正义，如果当初能像保护孔泰星那样保护那位无辜的艺人就好了。微笑男孩的这些话深深触动了韩星，看着孔泰星的演艺生涯可能就此毁灭，韩星再三斟酌后决定公开孔泰星和女星的母子关系，这让孔泰星非常失望。他觉得韩星只在乎他的明星形象，而不是他本人。尽管如此，韩星还是帮泰星妈妈组织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谈论了放弃孩子追梦的过去。泰星妈妈感到非常自责，无论如何努力弥补，都无法改变对孔泰星造成的伤害。孔泰星在屏幕对面看着妈妈的澄清，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和韩星有个共同习惯，就是酒中加颗糖，说这能让苦酒变甜。这个小窍门是从已故好友论语那儿学来的。之前为了澄清绯闻，韩星曾公开论语的家族背景，比论语自己还难过。现在又揭露了孔泰星的秘密，他的心情怎能不受影响？新闻发布后，舆论立刻反转，之前排斥孔泰星的导演为他准备了大蛋糕，热情迎接他回归。面对那虚伪的笑容，他感受到了讽刺，但还是配合地吹灭了蜡烛。多惠早就知道孔泰星要回归片场，他正趴在门上偷听，听到脚步声，赶紧装作无事。孔泰星得知多惠为了项目这几天承担了所有拍摄工作，肯定很不容易，所以来这里安慰一下。孔泰星不知道的是，多惠看似只是合作的演员，实际上却是他的粉丝团团长，还是后援会的会长，支撑着粉丝的大半个世界。在临走前，孔泰星突然叫出了多惠的名字，多惠因此欣喜若狂，能被偶像这样亲切的称呼，简直是他做粉丝以来的荣耀时刻。面对绯闻困扰时，泰星领养非洲孤儿的举动也遭到了外界的非议，甚至有人造谣他与非洲女性有染。现在绯闻一清二楚，泰星再次被视为正义的化身。他翻开通讯录无数次，却始终没有勇气拨通韩星的电话。经纪人小哥探听到了真相，原来韩星早已察觉到媒体的意图，那些人只是为了吸引眼球，想给孔泰星贴上私生子的标签。
韩星是为了保护孔泰星的名声，才急忙召开记者会。了解了真相后，孔泰星因误会韩星而感到愧疚。回到公司后，他与韩星紧紧拥抱。经过深思熟虑，韩星还是决定把事情告诉孔泰星。泰星的妈妈此时回国，是因为患上了严重的失忆症，可能将来什么都不记得了。孔泰星决定不再逃避，决定去见妈妈一面。这么多年过去了，妈妈一直因为当年公开否认儿子的行为而内疚，虽然没有完全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但她对孔泰星的爱是真挚的。孔泰星也体会到了娱乐圈的复杂和残酷，这让他理解了妈妈当年的难处。母子俩终于坦诚相见，化解了误会，感情也随之回暖。但当泰星回到家后，他收到了一封红色的信件，信里警告他不要忘记，杀害伦宇的是他。韩国网络暴力的恐怖程度，小鲜肉成为电视剧主角的新闻发布了，但下面的评论却异常尖锐，大家都觉得孔泰星更适合做主角。第二天，小鲜肉便选择了自杀。经纪人对孔泰星怀有深深的恨意，觉得孔泰星一边和伦宇称兄道弟，一边沉浸在优越感中，变成了孔泰星的头号黑粉。刚入行时，孔泰星还只是个忧郁的少年，总是神情沉重，忧心忡忡。直到他搬到公司的宿舍，遇到了室友伦宇，阴暗的生活才开始有了光亮。起初他并不喜欢这个过于热情的人，但伦宇总是黏着他。新学校开始的时候，伦宇总是兴高采烈地和他打招呼，放学后跟着他，像一只粘人的大金毛。孔泰星的脾气很差，似乎和所有人都合不来，和伦宇的性格完全不同。他以为伦宇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这才如此积极乐观。后来他才明白，事实并非他想象的那样。除了上课，伦宇每天还要忙于兼职，他需要自食其力，同时还要支持家庭。年纪轻轻就背上了沉重的生活责任。每当节假日，他们就窝在宿舍里吃泡面。孔泰星没有家人的陪伴，伦宇虽然有家人，生活同样让他感到疲惫。这样两个孤单的灵魂逐渐走到了一起，成为了对方最好的朋友。之后他们俩的事业都发展得很好，伦宇成为了电视剧的主角，但随后不久就传出了他自杀的消息。那段时间韩星正好重感冒，头脑昏沉，才发现错过了伦宇的2个电话。他回拨电话却无人应答。不久后，公司就通知他伦宇去世了。他顾不上工作，直接赶往了殡仪馆。只见经纪人呆坐一旁，神情恍惚。伦宇的家人一个也不在场。工作人员询问要放置哪张灵位的照片，他低着头一言不发。韩星挑了一张伦宇生前最爱的照片，看着那张灿烂的笑容，他的眼眶再次湿润。2年时间匆匆流逝，又到了伦宇的忌日，大家默契地穿上黑色衣服，表示对伦宇的悼念。熟悉伦宇的人都会这样评价他。韩星在搜索栏里输入伦宇的名字，看到与死亡相关的消息，感到一阵阵的心痛。他多次责怪自己，如果那天能及时接听伦宇的电话，或许伦宇现在还能好好的活着。孔泰星同样如此，无法接受这一悲痛事实。他决定去非洲帮助1年。孔泰星拿出了一封红色的恐吓信，他早已明白，那些黑粉的首领其实是伦宇的经纪人。如果经纪人只有怀着恨意才能生存，他愿意承担这一切。孔泰星最新的电视剧即将杀青，听说他在拍摄现场，总是手机不离手。韩星被问及孔泰星是否有了女朋友，韩星突然感觉有些不安，他说自己并不太确定。毕竟他和孔泰星不算太熟，但事实终究是难以掩盖的。仅仅10分钟后，他们2人被撞见正在亲密，正好被代表撞个正着。这段恋情似乎很快就要公开了，这场面真是惊心动魄。无论如何，他们的恋情必须严格保密。为了掩盖这段关系，他让孔泰星第2天不要来公司。然而第2天一大早，孔泰星带着一大堆零食礼包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偷偷摸摸。韩星赶紧把他拉到一边，询问他是否想要恋情公开。孔泰星展现出自信的目光，他是这些零食的代言人，作为代言人向同事派发福利，这样不会引起任何疑问，还能借机和韩星偷偷牵手。不得不说，公司内部恋情确实既紧张又刺激。韩星和同事们去开会后，记者打来电话，询问孔泰星下一部戏的计划。孔泰星考虑帮韩星减轻负担，便提到要拍摄一部办公室恋情剧。消息迅速满天飞，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工作量无端增加了许多。韩星头疼不已。孔泰星作为公众人物，2人约会通常选择在家。孔泰星希望能像其他情侣那样，带着韩星逛商场看电影，但韩星因害怕被曝光而拒绝，提议包场看电影。韩星认为太浪费，建议出去吃饭。韩星则反对，称餐厅是艺人的隐私终结地，
建议去汉江看烟花，那里却是记者和狗仔的聚集地。在这小国内，安全的地方几乎没有，唯一能舒心相见的地方，就是嘉禾公司。经过慎重考虑，孔泰兴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西装革履、兴致勃勃地来到公司，表达了自己提升演技的决心。之前演医生，为了演得真实，曾在医院实习过1个月。这次为了拍办公室剧，他决定要在真实的办公环境中提高演技。恰好韩星的宣传组有空缺，他就自告奋勇和韩星共处一室。他的提议通常不会被拒绝，这样他就顺利加入了宣传组，开始与韩星日夜相伴。虽然已经有人知道他们的关系，但韩星希望孔泰兴能低调一些，不要让团队的人知道。孔泰兴郑重其事地向他保证。在偷听韩星和团队聊天时，孔泰兴意外地听到了爆炸性的新闻。原来韩星还有一对高中生的双胞胎妹妹，他们都在读高3。他震惊的是，这件众所周知的事，自己竟然一无所知。作为一个合格的男友，他竟然对女友的家庭一知半解。韩星对他了解透彻，而他对韩星却知之甚少，这让他感到有点沮丧。不过聪明的他很快就想到了多种方法，去全面了解韩星。孔泰兴还主动表示要帮韩星对付那个欺负他的上司。韩星给了他一个白眼，在工作场合能欺负到他的只有孔泰兴一个。自从孔泰兴加入宣传部以后，他就像小狗一样跟在韩星后面，不停地讨好他。韩星表面上不以为然，内心却觉得这样的孔泰兴非常可爱。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韩星，孔泰兴想到了一个信息交换的办法。他主动帮助团队成员1号修图，而团队成员1号只需回答他关于韩星的问题，就能去他的专用沙发椅上休息。不过修出来的图片会是什么样，他就不敢保证了。信息搜集完成后，孔泰兴又去帮另一个团队成员2号写报告。同样，团队成员2号只需回答他的问题，就能坐在他的私人沙发椅上。本是个好的宣传组，却被孔泰兴搅得天翻地覆。组员们也开始借着韩星的名头，偷偷地指使孔泰兴。收到很多快递后，他们故意在孔泰兴面前说，韩星特别喜欢那些迅速撕开快递的男人，撕得越快，在他心中的印象就越深刻。天真的孔泰兴果然被骗了。经过不懈的努力，孔泰兴终于记满了笔记本，里面详细记载了关于韩星的所有信息，详尽的就像一本百科全书。这段时间以来，韩星是如何工作的，是如何保护艺人名誉的，他都看在眼里。他发自内心的觉得努力工作的韩星非常帅气，像星星一样熠熠生辉，光彩夺目。接下来的3天，韩星将陪同其他艺人出差。在等待的日子里，孔泰兴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和折纸飞机上，希望韩星能乘坐他折的纸飞机飞到他的身边。有人觉得他太幼稚，自己却不停地折着卫生纸，苦苦等待着女友的回来。原本计划明天回国，但因为太想念，韩星赶上了最后一班飞机，想给男友一个惊喜。他想跟孔泰兴分享的事情，其实还有些事是外人不知道的。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孔泰兴就不行。此刻，另一对超甜的情侣宰贤和容娜，他们的关系又有了新的进展。他们的感情总是发展的比其他人快。最近容娜总觉得身体不适，一检查才发现自己怀孕了。宰贤听到这个消息愣了好几秒，迅速把面包上的绑带拆下来，然后戴在柔嫩的无名指上。为了不让人发现他和同事韩星的恋情，孔泰兴接下来的1周不能频繁去公司，不能和韩星一起出现，只能在柔娜和宰贤的婚礼上偷偷牵手，看着那对甜蜜的恋人许下终身相伴的承诺。在台上深情的亲吻，韩星也不禁开始幻想。和朋友聊天时，韩星不小心提到自己从未去过济州岛，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朋友告诉了孔泰兴。孔泰兴准备了详细的旅行计划，想要给韩星一个浪漫的旅行。他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连自己妈妈都认不出来。刚下飞机就被铁杆粉丝认出来了，幸好韩星走得慢，否则两人的恋情就会在剧组前被曝光。旅行的第一站，孔泰兴打算带韩星去一家隐秘的美食店，结果到那儿才发现这家小饭店挤满了人。韩星过来探查原因，原来是一对甜蜜的夫妇，宰贤和容娜就在里面，难怪这里这么多人。接下来他们去了油菜花田，正当他们兴奋地拿出手机要自拍时，剧组带着设备快步向这边走来，显然是在这里取景的，看来得拍上一整天。没办法，韩星和孔泰兴只好选了一小块油菜花地，勉强拍了几张照片，打算回去用软件修改背景。虽然孔泰兴藏得很好，但还是被不少粉丝认出，照片被传到了网上。韩星有点担心，
笑着建议今天就别出门了，就在民宿里吃饭休息吧。看着疲惫的韩星，孔泰兴心里感到不是滋味。趁着韩星睡觉时，孔泰兴打电话给朋友们，不惜一切把他们都叫到了济州岛的花园餐厅聚餐。这对韩星来说是个巨大的惊喜，这样他们就能不用担心太多，自由自在的在外头用餐。作为大明星，孔泰兴没法像普通人那样带着女朋友公开出现，连牵手约会都要小心的选无人之处，这让孔泰兴觉得很亏欠。看到刘星时，他许了一个愿，希望能早日不用隐藏与韩星的关系。第二天旅程照常进行，原本他打算带韩星去另一座花园，结果律师已经带着女友去那了。他想带韩星探索一个秘密的森林，但那里已经有游客在陶瓷店占了位置，宰贤和柔娜也在那里打卡，他们只好选择在海边约会，欣赏图片里的风景，正要深情的亲吻。这时记者打电话来询问韩星，孔泰兴是否和一个普通人去了济州岛。按照公司的处理程序，需要先确认下艺人的情况。韩星严肃地问，那我们的官方立场应该是什么？就承认吧。